最近这几天啊，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发生了熊熊大火，那是烧得惨不忍睹啊！超过20多万人被迫撤离，整个洛杉矶市区的民众啊，都遭受到了影响。电影般的末日情节跟场景竟然出现在真实生活中，而且啊，真的是社区啊、市区都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许多明星的住宅区啊、富人区啊、一般民众的住宅区啊，都焚烧殆尽。而这是美国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浪啊，提出民主党的洛杉矶市长砍掉了1760多万美金的消防部门预算，并且优先提供资金处理流浪汉的资金费用。而这1760多万还是经过这个讨论跟删减的啊。如果按照该市长的原定计划，应该是要删减2300多万美金的。而洛杉矶政府提供给流浪汉的相关预算是13亿美金。那就有很多人质疑说，原来流浪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甚至说有些真的是游手好闲，要整天吸到呛掉的那些人，但他们质疑说，为什么我们的纳税钱会花在更多的是流浪汉身上，而不是消防部门、安全部门身上？而这一次，不少美国网民表示啊，有些水泵啊，还有消防栓啊，接到了消防栓打不出水来，或是接了没水。现在有不少加州民众出来呛政府乱分配预算。那当灾难发生来的时候，预算却用错了地方之类的观点。那我看到有不少台湾人啊，以此来借鉴台湾的国会乱象，什么乱砍预算啊，乱分配什么所谓的财划法啊，让中央无钱可用，在现在台湾应该要真正处理更应急的这些预算上面，或是乱冻结预算一样，选错党派选错人就会害到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89。最近这几天啊，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发生了熊熊大火，那是烧得惨不忍睹啊！超过20多万人被迫撤离，整个洛杉矶市区的民众啊，都遭受到了影响。北边洛杉矶基本烧得非常惨，一路烧到接近圣塔莫尼卡的码头。那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包含天文台那附近，全部基本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还有这个比佛利山庄，通通都蛮惨。那看到火灾范围将近300座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的范围。那烟雾还有那些就是火灾的那些灰烬啊、影响啊，更是覆盖到了整个南加州。基本上去年、前年，加州这个地方我去过非常多次啊，而且看到照片跟影片，真的是不敢置信。电影般的末日情节跟场景竟然出现在真实生活中，而且啊，真的是社区啊、市区都遭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许多明星的住宅区啊、富人区啊、一般民众的住宅区啊，都焚烧殆尽。而这是美国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浪啊，提出民主党的洛杉矶市长砍掉了1760多万美金的消防部门预算，并且优先提供资金处理流浪汉的资金费用。而这1760多万还是经过这个讨论跟删减的啊。如果按照该市长的原定计划，应该是要删减2300多万美金的。那根据福斯新闻报道，洛杉矶市政府在2023年到2024年之间提供了8.37亿美金的消防预算，但比起洛杉矶政府提供给流浪汉者的这些相关费用跟预算相比的，仅占了65%。而洛杉矶政府提供给流浪汉的相关预算是13亿美金。那就有很多人质疑说，原来流浪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甚至说有些真的是游手好闲，要整天吸到呛掉的那些人，因为其实很多种类啊，不一定说整个流浪汉都是一定是作奸犯科的人，对吧？但他们质疑说，为什么我们的纳税钱会花在更多的是流浪汉身上，而不是消防部门、安全部门身上？而去年啊，所谓的无家可归者啊，俗称的流浪汉，预算有将近一半没有花光。而这一次，不少美国网民表示啊，有些水泵啊，还有消防栓啊，接到了消防栓打不出水来，或是接了没水。而这个我目前无法实地去查证啊，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有不少加州民众出来呛政府乱分配预算。那当灾难发生来的时候，预算却用错了地方之类的观点。那我看到有不少台湾人啊，以此来借鉴台湾的国会乱象。什么乱砍预算啊，乱分配什么所谓的财划法啊，让中央无钱可用，在现在台湾应该要真正处理更应急的这些预算上面，或是乱冻结预算一样，
选错党派、选错人，就会害到自己。当然，反方立场的人表示啊，删减消防预算啊，虽然是事实，但砍了1700多万美金，但这占比总消防预算只是2%而已啊，所以我只砍了2%嘛。你怎么可能说少了2%就造成这种大火局面不可控制的范围呢？而支持此类观点的人还拿出加州政府不都是在乱砍预算，也是有在增加很多这个政府部门的预算，比如说这个治安警察的预算增加了1亿2000多万美金，但这个同时也被喷说什么呢？就是因为加州太过放纵犯罪了，自由过了头。因为我去过一些红州跟蓝州嘛，确实我觉得蓝州的治安没有很好。OK， 所以导致需要更多的治安维稳费来控制，所以你理应会增加警察部门的预算，这很正常，因为你就让这些犯罪或是犯罪事实降低，是吧？但当然我也看过，我现场在我面前零人购，警察在旁边看着。当然啦，我以上的评论都是我根据美国报道正反两方的评论。那至于他们自己要怎么吵，那是他们美国人的美国内政，是吧？那当然啦，我们从客观的来看这次焚烧的不是只有富人区明星住宅区也有不少一般平民的房子。所以我认识到已经不少的所谓的台美人或是这个台湾很关心这个国际事务上的人想要捐款给美国，想要捐款给美国民众。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询问我有没有这种管道。但是我们从这个经验法则来看，美国确实比较少对外募款。但如果美国政府或是美国一些协会有这样的这个意愿公开这样捐款方式，我是愿意捐钱给美国民众的那说完令人难过的事情，接下来说一点欢乐的故事吧。詹江村之前嘴丘不是在直播中表示自己有什么中国身份证我不要讲清楚，我就不要讲清楚但是他从中共国回台湾之后受到内政部移民署的发文通知以及调查站的调查。他表示他说的中国身份证是中华民国身份证。OK， 没有问题。那既然你说的中国一直都代表中华民国，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一同来欣赏一下这段影片吧。他这段影片大家来听一下，他说的中国又是哪一个中国呢？只要中国强，全世界普通老百姓都好过日子。照顾全世界的消费者只有中国。你过去你没能力买得起电动车的人，中国让电动车普及化，实惠。我希望中国强大，我希望中国造福全世界，我希望比亚迪越卖越便宜，我希望当中国人赚钱的时候，当中国人有能力收买台湾人，中华民国当然就是简称中国啦。当中国人有能力收买台湾人 ，OK， 那你已经分开这两个是不同国家的人啦。那你说的这个台湾人，我是不是可以归类成中华民国人？那你说的中国人，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吗？不然什么叫做中华民国人收买中华民国的台湾人？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而且我问一下，中华民国有制造比亚迪吗？你在讲什么？比亚迪有直接缴税给中华民国政府吗？它上面挂的是中华民国国旗吗？还是挂5星旗？中国让电动车普及化是中华民国吗？你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中国又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讲身份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中国又可以是中华民国。小粉红们你们看清楚了这种人是我们要先联合起来干掉的人。等这些人都干掉之后，我们再来一决雌雄。这种人这边我们讨好处，你们那边讨好处，那最后我们两边厮杀的时候，这种人会跑哪里？不是跑日本就跑美国嘛。所以他是我们现在要联合起来要打击的主要敌人而且詹江中还在脸书上表示什么？既然被要求说大陆的坏话，那他就来说吧。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他说了哪8点他说，第一点是猛按喇叭，他们认为按喇叭是为了提醒用路人的安全，但在我的认知里，它是一种噪音。塞车，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认为等一下就好了，没关系的，但他们会猛按喇叭，试图超车，让你走在路上会提心吊胆。请问一下，这个跟中共有什么关系？我们说你要不要批判中共是这个政权，要不要批判习近平？然后呢，你这边又在带风向，批判到整个中国的文化或是习俗或是他们的民俗风情。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路上吐痰，不分年纪大小，虽然不多，但一定看得见有人随地吐痰。
这个跟中共有什么关系？接下来打喷嚏不遮嘴巴，就算在餐厅、公共场合也一样让你惊掉下巴，而且不止一次看到。接下来百货公司垃圾桶尿尿。明明厕所在旁边，也有明确的指示，很傻眼的看到一些60、70岁的老妇人啊，抱着小孩，直接在百货公司的柱子旁边尿尿，再来用塑胶袋、保丽龙当火苗，这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却可以看到他们为了生活，把保丽龙跟塑胶袋直接丢到火坑里面助燃。接下来在飞机上讲电话，机组人员劝告关机，有一些老妇人呐、就大嚷嚷着飞机真的起飞的时候呢，我在关机，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不尴尬，尴尬就是我了。曾江村你也会尴尬哦。接下来还有什么呢？闯红灯被交警训斥还顶嘴，车流量非常大。诸如此类的哈，接下来逛街跟大陆人聊天，说到是台湾人，有些人很爱洗脑，聊敏感议题，比如说两岸一家亲，诸如此类的，这不是你最喜欢吗？你现在又反对啦，又反感啦。卖场的人确实没有过去多，甚至有些少，可能世界经济都不景气，可能是美国的制裁，可能是大陆网购还有美团太便宜，导致影响实体店面。最受不了的是大庭广众下还在室内抽烟。以上是我个人所见，没有参加任何意识形态，有可能来自生活的不同、文化偏见的不同。来，里面所有跟中共这个政权最有关系的是什么？卖场的人不多了，经济不好了，通缩了，但这边曾江村硬要挤到是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所以中国也不好是很正常的。但他也表示可能是美国的制裁诸如此类的。但是我跟你说啦。我去年前年都去过美国啦，我也去过欧洲各国，爆满。我们台湾也是啊，中山区那个百货公司嘛，还有很多地方的百货公司，你平日去其实人潮也很多不用特别假日就已经很多，假日只是更夸张而已啊。就说很多这个高级餐厅要订还订不到要前几个礼拜就订但是中国是没有这个需求。你看到有些晚餐时间确实有很多，但是可能没满，可能不需要后位去等。但台湾很多地方要后位要等到我觉得我应该要前3个礼拜就要规划我3个礼拜后要去哪里吃晚餐，因为这个地方蛮高级的，一顿要2、3千、3、5千，一定要预约呢。而且他说什么呢？这是我个人所见，他当时也说他想要去这个中国的百货公司去打脸8、9跟闽南人造谣造假，中国经济哪有不好，人哪有不多。结果他在这边承认，确实卖场没有过去多这个过去也没有多过去，2019年之前，那我们就是造谣，你说就不是造谣了。然后呢，你讲这些就是没有参加任何意识形态造假，那我们就是造谣造假啦。所以曾江村这个人非常的成功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他把我们这些真正反共的人去了解中国人民的人，对吧？打成是反中，然后像他这种反中的人他却说自己才是反共，但事实上他在做舔共的行为。我们为什么要揭露这些纪录片？除了帮助我们台湾人民不要被中共诓过去之外，我们也是帮能够翻墙的中国人知道说原来你们的政府一直在弄你们人民的纳税钱跟这个贷款来的钱，还有银行储户的钱拿去给台湾舔共的这些台湾人骗，拿过去花。所以我们不是也是在帮助中国人民吗？那我们怎么是反中呢？所以两岸人民一定要团结起来灭共，还有消灭这种两边偷鸡摸狗的这种人。只要中共倒台，这种人消失我们两岸人民才会越过越好。